已经很久没有开这个行李箱了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咪咪。作为一个空姐呢，如果说一年有1/3的时间待在飞机上的话，那另外1/3的时间呢，就是在酒店的，可以说是我第二个家。所以对于初人们要带什么，可以让自己在酒店过得比较舒服一点呢，我还是蛮有记得去说的。今天呢，我会毫不保留的把我的行李箱公开，给大家推荐一些去旅行必带的酒店好用物。如果你是一个每次收拾行李都有选择困难，不知道该带什么，或是在外地住酒店总是住的不太舒服，那我这条影片可能会给到你一些建议哦。我的频道呢是以空姐的角度分享一些航空安全、航空税事或是冷知识等等，如果觉得有用的话，就订阅我吧。好了，第一样呢，我觉得很重要、很值得提醒的东西呢，就是拖鞋。你现在哪里去旅行，你会记得带衣服啊、包包、护肤品、洗漱品、化妆品等等，就是为了带拖鞋。你这个拖鞋有多重要吗？让我这个住过上百间酒店房间的人来告诉你。其实呢，很多酒店都有提供一次性的拖鞋了，这个好哦。在酒店的房间就是要穿得舒服一点。难道我洗完澡了以后还要穿着上班的那双皮鞋吗？慢慢的，我习惯了穿酒店提供的一次性拖鞋，直到有一次在日本，我到了一间没有提供拖鞋的酒店。是的，在被其他有提供拖鞋的酒店宠坏了的我了，没有带自己的拖鞋。结果的那天，我洗完澡，香喷喷的双腿就被迫要塞进我那不知道有多少细菌的工作鞋中，用它奔回床上，一整夜都下不来。而且呢，拖鞋的意义不仅你在房间中哦，你还可以穿着它出去串门啊，去个便利店买东西什么的，意义可大了。有人跟我一样，经常出门的时候忘记带拖鞋吗？第二种呢，要推荐的东西就是旅行塑料袋。以前我不常飞的时候呢，一般都是随便用个塑料袋来装衣物的。但其实塑料袋对于收纳真的很不方便，一来它声音很大，吵；二来它滑滑的，烦。而且在找衣服、找睡衣的时候啊，你看不到里面装的是什么，找东西起来了就很不方便。所以啊，我超级推荐这种旅行塑料袋的。一来啦，它一面是透的网格，让你可以看见里面的内容物，而且用它就可以让你的行李整整齐齐的。其中啊，特别大推这一种带手抽的塑料袋，我会用它来放睡衣啊、洗澡用的大毛巾、内裤、洗发水，还有搓澡巾等等的。那你到酒店的时候呢，要洗澡就可以一袋子的拿进厕所，还可以把它挂在门上，避免放在厕所会弄湿，还不会发生洗完澡忘了拿毛巾那种尴尬的事情。而且啊，如果你去泡温泉的话，也可以拿这一袋就出门了。而且啊，它是有分隔层的，干净或是用过的衣物呢就可以分隔开来，超级好用的。再呢，顺带多出一个东西，就是这种可以挂起来的洗漱包，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把它挂在厕所洗漱的时候就可以一包的这样子，还可以放超多的护肤品啊、牙刷啊、牙膏什么等等的，超级方便好用，不用你就亏了。第三种呢比较冷门，但真的是我的最爱，用过一次回不了头，就是压力袜。这种袜子呢有很多款式，我这一款呢是 Slimwalk 的脚板带颗粒的那一种哦。大家都知道，空姐在飞机上站很久，也会走很多的路。每一次飞往欧美线那种10多个小时的航班呢，我的腿啊基本上就是废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上了它，穿着它在酒店休息后，双腿重生了，比没有穿它之前的确减少很多疲劳感。还可以改善脚肿。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爱它吗？因为我们空姐啊，都是穿那种工作皮鞋，都是那种头有点尖尖的，所以呢，10多个小时以来，你的脚趾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被压力逼迫它们挤在一起。所以呢，我发现了这个东西，我真的超级爱了。我觉得我要更加具体的解释一下，我就把它穿上了，看，把我这一只手啊，想象是脚，就是你的脚，你穿上了以后，你的脚趾都可以把它分开来。然后呢，它这里还有一个颗粒的东西，软软的，里面就是一些颗粒。这个是方便你在房间每走一步，它就会帮你按摩你的脚板，懂得我的意思吗？就是你这样每走一步，它就会按压你的脚板，真的超级舒服。
你试一下，如果你逛了一天的街，然后回到酒店，你穿上这个试试，真的，这姐妹们这个入手不亏，买。第4种呢，特别是南方人必带的就是身体乳液。我这个呢是法式米来的，但没有关系，都一样。我们这种南方人呢，如果去北方或是日韩、欧美这一种干燥的地方呢，你的皮肤不出一天一定又干又痒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我就不多说了。总之，去到干燥的地方呢，除了脸要保湿以外呢，你的身体也是要保湿的。第5种，这个呢不仅在酒店可以用，飞机上也很好用的，就是蒸汽眼罩。它基本的功能呢，除了舒缓眼睛的疲劳以外呢，对我来说还有个特别的功能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害怕住酒店呢？在宁静的房间中，突然有一些奇怪的声音，就算合上了双眼，好像也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些不应该存在的东西，心里害怕，就不敢关灯睡觉。但灯太亮了，我也睡不着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需要一个眼罩，一戴上，两眼一黑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好好的睡个觉。所以呢，在我特别疲劳、特别容易被鬼压床的时候呢，眼罩确实可以帮助我睡得好一点。接下来第6种东西啦，就是特别建议女生必带的，是这种可以贴的暖宝宝。如果你去一些寒冷的地方呢，暖宝宝的作用我就不多说了，就是保暖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隐藏的技能，就是照顾你每个月的姨妈。作为一个空中飞人呢，每个月不舒服的那几天，有几次我都碰上，我到了外边的酒店，除了吃止痛药以外呢，这种暖宝宝呢就可以贴在肚子下面的衣服上面，暖着的睡觉，舒缓我的疼痛。而且啊，它可以暖个超久的，基本上24个小时跑不掉。有一次啊，我贴着它睡了1个晚上，起来后出门它还是暖的，真的很好用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我多说你一个它的隐藏技能，就是如果你去日本穿和服的时候，通常呢日本妹子都会把它贴在背上，因为正统的和服的背部都会露出来一大部分的，所以呢在冬天的时候，如果你贴了这个暖宝宝在背上的话，那你就不害怕着凉了。要记就是可以贴的那一种哦，不能贴的话呢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用的啊。我忘记说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一种很薄的那一种羽绒衣了，像这一种很薄的羽绒衣了，你就可以把它就是折到很少很少，把它塞在行李箱里面，也不会占很多的位置。因为可能你去到外地，你以为天气不会怎么样寒冷，但结果呢，可能有一些地方到了晚上的时候还是挺冷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如果你是去一些可能日韩啊、欧美的地方，最好带一种这样子可以折得很小的那一种羽绒衣。好了，真的是最后了，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护包。作为一个经常飞的人呢，我都是会把我日常生活中必须的东西都放在行李箱的，甚至我行李箱中的东西会比我放在家里的东西好用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的小护包有什么吧，我也很久没有打开它了。首先呢，有餐具。就是有时候啊，可能肚子饿了，想泡个杯面等等的，一时间呢，可能你房间里面也没有一些餐具可以用，所以呢，我起码就会放个餐具在我的行李箱里面。还有这个，真的可以介绍给大家用的，这个呢是那种补湿用的口罩，就是呢可以拆出来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口罩呢，它是这一种口罩，然后它附了一个小布子，就是呢，你每次用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当湿了以后呢，把它放进去里面，你就可以带着它来使用了。为什么我要用这个东西呢？在酒店，因为呢，很多我去欧美的时候呢，房间都很干，因为真的是地理环境的不同。我是一个南方人，我去的一些欧美的地方呢，我经常就是皮肤干之外呢，我呼吸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干。特别是你到那些寒冷的地方，它开了暖气以后呢，你整个空间就会更加的干，然后我就会睡不着，因为呼吸很困难，太干了。所以呢，之后我发现我需要戴这一种口罩，也不一定要这一种啦，就是你随便一个口罩都行。但是呢，我喜欢这个口罩的，它就是里面这个小布了，可以把它沾湿，然后放在里面，戴着口罩来使用的话呢，就会增加我
呼吸空气的时候的湿气，让我的整个呼吸没有那么的辛苦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我也蛮推荐大家在酒店可以用的。我还有个呢是这个可以翻热的眼罩，你把它拿去微波一下了，它就会变热，可以用来敷眼睛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它这个没有袋子可以绑在头上，所以我觉得它没有那么方便啊。我买了之后也没有用过几次。到这里呢，我也差不多介绍完毕了。其实一边介绍这些东西啊，心里一边都蛮感触的，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第一天开始飞的时候就懂得用这些东西，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飞行，可能觉得眼睛累了就买个蒸汽眼罩吧，脚累了就买个压力袜子吧，一点一滴的从我的飞行经验中累积买到这些东西。我差不多2个月嘛都没有开过这个行李箱了，我也不知道下一次会什么时候可以带上它去工作。目前世界各地的疫情还是挺严重的，希望疫情可以快点过去吧，那大家都可以恢复自由的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给我点赞分享，只有你的支持我才有动力继续创作下去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吧。